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咱们现场特别来宾：严惠慈议员、蓝轩小姐、叶清源律师、王宏伟委员、李彦秀委员、唐湘龙先生。好，伊朗战争还继续在打哈。不过呢，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它的核动力潜舰发射了 MK48的鱼雷，把伊朗海军的巡防舰打沉了啊。那在印度洋上在公海上，斯里兰卡呢捞起了87具遗体哈，因为这个船上呢有180个人那30个人获救，现在还有60个人失联，我看也是凶多吉少了在大海茫茫中这个不见了那另外呢，美国国防部长他叫做战争部长了也证实他们的潜舰击沉了伊朗的驱逐舰说华盛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伊朗完了，他们也知道他们完了我们才刚开始再更猛烈的这个攻击呢，马上要来了那另外呢，这个美国潜舰用的重型鱼雷 MK48，台湾也有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很高兴说，我们将来我们的海空上也会装这样的鱼雷那另外呢，现在因为军舰被打战事升级，加拿大的总理说，不排除参战原来好像并没有这个意思那另外呢，以色列军方出动了100架的战斗机，投了250个炸弹，在晚上去打伊朗的总统府群那一带的建筑都给你炸光光那另外呢，以色列逆中战机就 F-35第一次把伊朗的遏制的战机呢这个打垮那这个不是无人机是有人机伊朗的这个战斗机被 F-35长这样逆中，它在舰上是可以垂直起降，我们一直想买不到那另外呢，伊朗的这个轰炸机要去叫做苏凯24轰炸机要去炸美国中东的最大基地差2分钟就到了在卡达那边呢，结果被卡达的 F-15战斗机紧急升空把它击落了所以没炸到那现在北约也拦截了伊朗打到土耳其的飞弹，伊朗现在到处打那另外呢，土耳其国防部说我们已经拦截了飞弹，而且警告说你不要再这样搞我们的战争就要升级了。我们看一下。船舰上的监视画面显示，水中潜舰被击中的瞬间，可以看到海水被炸起数十公尺高，形成巨大的白色水柱。美国打击伊朗，再添一笔战绩。That thought it was safe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Instead, it was sunk by a torpedo. Quiet death. The first sinking of an enemy ship by a torpedo since World War II. 美国国防部证实，这是美军在印度洋击沉伊朗的德纳号军舰，这还只是开胃菜。And as President Trump said, more and larger waves are coming. We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这场任务造成近100死伤，还有不少人下落不明。距离事发地点最近的斯里兰卡迅速展开搜救行动。180ක් විතර නෞකාවේ පිරිස හිටිය බවට දැනට තොරතුරු වාර්තා වෙනවා. 赫格塞斯在记者会上嘲讽伊朗自以为公海是安全藏身之处，却在美军严密监视下无所遁形。以色列空军也传来战果，一架美国制造的先进第5代隐形战斗机首次击落另一架有人驾驶战机。אני ממש גאה בכולכם. המלחמה נמשכת, תחזרו בשלום, תנוחו קצת. המשימה הבאה כבר מחכה לכם. 被以军击落的是俄罗斯制造的雅克130，兼具训练与战斗能力的次音速双座高级喷射教练机，可挂载空对地炸弹、火箭弹等轻型武器，一架要价1200到1400万美元。美国和以色列各自在海空打击伊朗，赫格塞斯也放话，美国会以毁灭性的方式战胜伊朗。这个向龙怎么看？伊朗在装备上一定是落后的，而且会落后非常多。那之前我们讲过，就是说以战斗机来讲，大概差一代，大概就差两个数量级，就是不是1:10，是1:100。所以一架你要去击落一架5代机，你大概消耗呢100架左右的4代机，你才有机会。
也因此，像是这种的训练机在 F-35的面前的时候，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级数，大人打小孩。伊朗一定会继续承受更大规模的装备跟人员的损失，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跟战争的结果的胜败，美国是不是达到了它的军事目的，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至于那一架的军舰被 MK48 重型重鱼雷呢给击沉的军舰，对 MK48 重鱼雷呢我们有，但是我会建议就是说，大家在谈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太天真了，太草率。那一艘伊朗的军舰是一艘典型战争呢要发生前的时候呢刻意去苏泊的军舰。什么叫做苏泊？就是只要譬如说两岸只要发生冲突。解放军呢，只要一对台湾呢，哪怕是演习，台湾的海军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所有的船舰呢都出海。出海不是去应战，而是躲远一点，尽量的离开演习区跟交战区，那是战力保存。伊朗的海军本来就不强，所以呢，那个战舰呢都只是出去做战力保存的。但是即使你做战力保存，台湾譬如说苏澳。台湾的苏澳呢，如果作战的时候呢，只要一演习或者是解放军一靠近，海军呢就马上呢出去做苏泊，往与那国附近的方向躲，往公海方向躲。台湾的高雄港左营也是一样，一定呢是往呢公海方向躲，那个是标准动作。但是呢，当你被逮到的时候呢，你一样是跑不掉的。所以呢，台湾是在有一些的军事的外航，你看的是那一枚的 MK48 的重鱼雷。但是呢，我看的是那艘的苏泊的军舰，一样呢难逃呢美军的追杀。同样的，台湾在面对到两岸冲突，你要做类比的时候，那艘的军舰比较像是台湾海军可能会遭遇到的情况。好，但是呢，美国呢即使呢在它的海空军，因为你刚刚看到的是海空军啊，海空军伊朗没有的。伊朗在这方面来讲，本来就谈不上海空军。伊朗唯一的可以呢跟你死磕的，就它的导弹而已。但是当它的导弹呢本身的杀伤力，当它的导弹的库存的深度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事实上跟它打多久就不晓得。因此呢，对于赫格塞赛斯来讲，赫格塞斯是一个参加过呢福克斯新闻网吹牛比赛冠军的人，他在呢当了国防部长之前的时候，他就是在福克斯新闻网每个礼拜呢，就是大概呢主持呢1个小时的谈话性节目，也没有很久。如果你看过，你就知道他现在讲话的调子跟那个时候主持调子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吹牛比赛的大王。好吧，当他现在说呢，下个礼拜呢，他就要控制伊朗的领空，那就先看这一点。所谓控制领空，伊朗早就没有领空了。你看他的导弹要打哪里就打哪里，伊朗哪里还有领空？不是领空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去阻挡伊朗的导弹持续的升空。领空不重要，导弹不能升空才重要。如果伊朗的导弹呢持续的都能够升空，能够在中东的许多的战略据点当中呢持续造成了破坏，能够让所有呢意图跟美国站在一起，或者过去呢觉得呢接受美国保护是安全的，那些这一次呢都挨打。伊朗反正现在就是用死磕的方式，但是你看到这几天的时间，经过了几天之后呢，美国今天呢所发布出来的战争当中，伊朗的战损报告，老实说，今天在国际的舆论场对伊朗的战损大家没兴趣，你一锅端了他的军政大员，大家也不会觉得意外。你去炸死呢一个小学里面160几条人命的小学生，大家也觉得那就是以色列会干的事儿。重点是今天伊朗的导弹呢，是不是呢？因此就安静了。只要伊朗的导弹不安静，美国就达不到目的。那美国既然能够把伊朗的这个铀浓缩的设施都炸了，为什么不能把伊朗的导弹的设施给炸了？我想伊朗的地形伊朗大家不能太小看它，它终究呢是个文明大国，3000年的文明的历史。它跟中东其他的国家，中东不管是伊拉克也好，叙利亚也好，约旦也好，这些呢都是过去呢殖民母国走了之后随便画一画呢画出来的国家。伊朗并不是。
伊朗它自古它就是一个文明国家，这个文明国家呢，它本身就会有它比较强的底气跟完整性。虽然1979年，譬如我常常讲我的年纪，我是记得伊朗的巴勒维王朝被推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际政治的氛围。从那个时刻到现在为止，伊朗跟美国死磕了50年的时间，被美国制裁了50年的时间，到今天还活着能喘气，就已经很厉害了。好，那伊朗因为它本身的地形多山，你只要把伊朗的地图摊开来看就知道了，它一般的推估，它的导弹大量的隐蔽化。导弹的隐蔽化使得你要去攻击伊朗，它的导弹呢，如果呢都是躲在山体里面，它的存活率大概可以到80%以上。这种的情况跟我们把我们的战机保存到加山基地里面呢是一样的。可是呢，战机呢是需要一个跑道才能够起飞的，导弹不用啊。所以呢，战机呢躲在加山基地里面，你要起飞的时候呢，你仍然需要完整的跑道，但是导弹不需要。因此呢，伊朗的本身只要它导弹呢还能够发挥，美国是没有发挥地面战的能力。特朗普之所以呢，川普在昨天呢提到，就是说不排除地面战。你真的以为美军会进去吗？不要傻了，进去了之后呢，那真的是呢美国的末日。美国现在无非呢只是在中东呢怂恿一下，看过去的伊拉克的库德族能不能够呢愿意呢自告奋勇的呢进去呢帮美国到伊朗的境内，因为伊朗也有库德族，是不是呢能够呢去跟伊朗呢打一仗，用呢让库德族独立建国的方式，建立国中国的方式，来鼓励了库德族呢去对抗呢伊朗的波斯呢跟阿塞拜疆。但是这个动作，土耳其呢不会同意的。真正的有库德族问题的是土耳其，所以土耳其不可能让库德族在中东呢有任何表现的机会。虽然我有库德族的朋友，我也很同情库德族，可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在那个地方要利用库德族会，但是要让库德族建国是不可能的。就是美国如果真的派他自己的地面部队，因为美国在中东有5万美军进入这个伊朗的话，因为伊朗多山，那个地形是很特别的，那这战争就没完没了。那美国国内的反对声一定会越来越大。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很得意啊，他说美军的表现非常出色哦，那出色已经很含蓄了，那何止是出色啊，简直棒呆了。如果你问我给他打分数，满分10分的话，我打15分啊，所以他说100分我打150分啊。那他说呢，伊朗，你说你们要派新的领袖，难逃一死，只要产生新的我就把他杀了，产生新的把他杀了，所以你们出来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川普英文叫做笑到最后 ，got the last laugh 啊，因为美军空袭伊朗呢，他说把原来想要暗杀川普的秘密部队的首脑给他打死了。到底伊朗是不是真的想要暗杀川普那川普他们自己一直讲说2次要暗杀他，2024年也暗杀，结果被我们打死了啊。所以呢，你看到底谁杀死谁，还是我杀死你啊？参议院本来有一个案子要限制川普继续打的这个权利了但是输了，47比53。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参议院里面共和党就有53席，民主党45席，5党2席，所以呢45席加5党2席，也就是40席，都已经崩到极致了。那共和党就是有53票所以呢表决的结果不能限制川普继续打那另外呢，这个好，我们先看一下川普的评论。Somebody said, on a scale of 10, where would you rate it? I said about a 15.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well. We have the greatest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 And that was a tremendous threat to us for many years. 47 years they've been killing our people and killing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ir missiles are being wiped out rapidly. Their launchers are being wiped out.They're attacking their neighbors. They're attacking their, in some cases, allies or not so long ago allies. And, you know, it's really a nation that was out of control, and they would have used it on us if we let them, if we waited any longer. 好吧，川普很得意这个那国务卿卢比欧呢，突然说
哦，要把这个蒋介石请出来。哦，他吓一跳，蒋介石是怎样？把蒋万安请出来，差不多怎么请蒋介石呢？原来呢，说卢比欧曾经被送他一个科友 Unleash Chang， 就是蒋介石没有被这个绳子绑住，就是绝对这个让他蒋介石出场的意思啊的一个中正舰，所以呢，让蒋介石出场在冷战的时候，就是说让蒋介石反攻大陆吧，美军不要限制蒋介石反攻大陆了哦。那我们看一下。美国国务卿卢比欧3号在国会向参众两院进行机密简报后，公开说这句话。We're going to unleash Chang on these people in the next few hours and days. You're going to really begin to perceive a change in the scope and in the intensity of these attacks. Unleash Chang 让蒋介石出山是源自冷战时期的政治口号。1950年代，韩战爆发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7舰队协防台湾，防止中共进攻，同时也禁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引起美国国内反共派不满。同年7月31号，美国陆军5星上将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身份访台，跟蒋介石举行2次高层会议，和反共派强烈主张撤走第7舰队，同时军援蒋介石反攻大陆。这股政治诉求最后化为口号，就是 Unleash Chang。美国协助一支对伊朗充满敌对的，而且很有力量的部队来怎么进入这个伊朗，攻打这个伊朗。那现在这个部队应该是哪一支呢？应该就是库德族啊。这批部队目前他们所扮演角色。就有点类似在50年代冷战时期啊，特别是韩战期间呢，当时麦克阿瑟要我们中华民国我们这个国军扮演角色是一样的。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卢比欧当选佛州议会议长时，前美国总统小布希的弟弟杰布·布希送了一把蒋之剑。卢比欧接受访问时提到，杰布·布希遇到重大事件时口头禅就是“我要放出蒋”，也让卢比欧因此成为蒋粉。专家解读，卢比欧让蒋出山是暗示扶植战斗部队。而根据 CNN 报道，传出美方跟以色列正在武装库德族部队在伊朗境内煽动起义，预计数日内展开地面行动。国际关注川普下一步动向，卢比欧要蒋出山，似乎已经透露答案。前一阵子那个台湾也有关于蒋介石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101董事长嘉永杰说，让你这边发作哈，看大家多讨厌你。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这个中东战争里面，蒋介石又出现了。但是呢，这个 Unleash Chang 变成一个正义之剑、勇者之剑啊，所以很多网友说，哎呀，也真的是这个时空环境变得非常非常快啊。那其实现在整个的美国跟以色列发动攻击到现在将近1个礼拜。那现在整个的战事事实上是扩大中并不是大家所想到的，就是说速战速决很快的会结束，因为包含这个美国整个在2战之后第一次攻击他的敌对的这个军舰，这个其实又证明这个战争非常非常的残忍啊！因为180人现在已经是死了80几个，其他也凶多吉少。那现在斯里兰卡已经开始进行人道的援助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战争之这个残忍啊。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值得大家重视的，就是呢，伊朗呢突然呢就是开始攻击那个土耳其，那。当然，因为土耳其非常特殊的，它是北约的会员国之一，所以立刻北约也协助去拦截了这个飞弹。因为如果一旦让北约参战的话，这一场的区域战争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心，也就是说，经过第1次大战、第2次大战，现在全球这样的一个紧张对峙，动不动出现摩擦，动不动出现战争的情形，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第3次世界大战？那当然，现在是一个锁定的区域战争的范围里面。那不过现在也看到最近的讯息是，伊朗立刻说否认，说我没有打土耳其。我想他现在也怕，因为北约基本上，如果他的会员国遭受攻击，北约的其他国家就必须被迫去加入这场战事。当然，我想以现在的情势来讲，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演变。更不要说，其实对于世界各国，其实尤其我们亚洲各国，我们非常非常依赖
就来自于中东地区的能源，不管是石油或者天然气。荷姆兹海峡到现在为止已经被封锁的第5天，当然很多人也认为说它不会永久性的封锁，不然伊朗也要活啊。好，因为伊朗的东西也运不出来。但是呢，可以看到，就说整个的能源市场确实大家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比如以台湾来讲，那比如那个在这2天也有我们的委员去问这个经济部啊，经济部说没关系，我们有对策，我们跟日本、韩国来调头寸一样，我们可以跟他们调度。但他想说，不对啊，日本跟韩国也高度的依赖这个中东地区的石油跟天然气，我们更加调度，人家有什么头寸可以调度给我们呢？所以现在不只是东南亚的国家，或者是美国啊，美国尤其他面对这个通货膨胀，所以很多人都预期嘛，短期之内美国想要降息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所以它还是会使得整个的能源市场也好，金融市场也好，变得不稳定性非常非常高。虽然今天的台湾股市因为呢昨天美股的这个反弹，好，今天一开盘大涨了上千点以上，可是我不能否认还是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那另外当然还是说，川普到底可以打多久？前2天呢，这个有一个民调，那个民调是还没有美军死亡的消息之前，就是说，他们已经那个炸死了哈米尼哈，但是还没有美军死亡的消息之前，但是那个时候也有将近这个民调将近60%的受访者是反对美国出兵伊朗的。那如果随着战事继续的延长，如果美军的死亡也开始增加，如果它的能源价格、石油价格的升高，通货膨胀因此呢而没有办法控制，我想对美国人民来讲，可能他们是越来越没有耐性。你川普没有耐性，美国人民还没有耐性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就我们来讲，我们还是会希望这一场战事能够获得控制，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一直不停的扩大。来，英秀。在这一次1个礼拜，本来是3天哦，川普说要3天，最后1个礼拜，接下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延长赛？其实大家都还在看哦。不过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对透过跟伊朗的合作，对这个伊朗的战争哦，他有没有思考清楚后续他的退场机制有没有思考清楚？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哦。随着时间的推进，伤亡的人越来越多。那武器包括导弹消耗的也越来越快，那区域的这个危险性冲突也升高。不过我认为说整件事情应该从一个更高层次来去看，就是说，我觉得美国川普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这个核线的部分、限核的部分，或者是整体上就是说是不是对接下来要建立一个在伊朗的亲美政权，或者是我觉得其他议题方向，我觉得都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哦。不过伊朗这边他最后他的这个抵抗的能力也会去影响到后续这一场战争到底要延续多久。那另外就是说，伊朗其实它在无人机还有包括这个导弹的部分，其实这一块还是算是蛮强的哦。所以我觉得后续对于整体区域的动荡，其实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那川普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大家都觉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过去国际社会对于整体国际局势或金融的状况，其实都有一个可预测性。但是因为川普的个性，这个增加很多盟友其实对他的担心。所以无论是对于伊朗盟友的支持，或对美方的支持，这些国际盟友对于这2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这也会影响整体整个中东局势的发展。好，那么美国说他现在已经掌握了伊朗的制空权，已经把空军都打差不多了嘛啊，所以呢他说，他将来要多用无人机跟多用导引炸弹取代战斗机跟飞弹，为了要减少消耗哦，因为他的飞弹库存也是有限的，不能一直这样打哈，而且贵哦，一个爱国者$400万哦，伊朗的无人机才$2万啊。那另外呢，《纽约时报》说，伊朗的主要目标是生存，我只要能够挨过你打吧，我只要能够生存不被你消灭，我就赢了哦。那就是看谁能够拖。就是他要拖到川普撑不住，因为你川普是一个民主国家，你有国会啊，你有这个媒体啊，你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啊，反对党啊等等啊，拖，看你能拖到什么时候。所以呢，就算
惨胜也是胜，只要能够活着，就算很惨哦，伊朗也给你拖到最后。那现在叫比气，看谁的气比较长。休息再回来。